克洛伊甚至都没有机会向马兰求饶，30多人的耳光便排着队接踵而至。打到后期的时候，克洛伊整个人已经感觉天旋地转，他不知道昏迷了多少次，而紧接着又被一个响亮的巴掌抽醒。而马兰站在一旁，如周扒皮监督自家长工一般，监督着每一个抽打克洛伊的女犯人。但凡有谁一个巴掌抽得轻了，马兰上去就是一脚。用他的话说，你们这帮贱骨头，平时被他欺压得那么惨，现在终于有机会翻身了，怎么还心慈手软了？刚才那个不算数，给老娘重新打。其实绝大多数人在面对克洛伊的时候都不是心慈手软，他们只是抽耳光抽得累了，难免有那么1、2个发不上力，有些划水。但是在马兰看来，这种划水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。于是这些女犯人一方面出于报复克洛伊，另一方面又出于不敢得罪马兰，所以下手也越来越狠。这么多人排队打完耳光，克洛伊甚至有了脑震荡的迹象。可马兰还不解恨，别看他也只是刚来1天，但就是这1天便已经让他感觉到克洛伊这个人巨大的恶意与残暴。所以马兰心中暗下决定，绝不能对这个女魔头有半分心慈手软，只要自己还在被德福德山惩教所，就一定要让她生不如死。于是在所有人抽完克洛伊耳光之后，马兰走到已经面目全非的克洛伊面前，冷声斥道：克洛伊，你在这里作威作福这么久，没想到会有今天吧？说着，马兰冷笑一声，继续道：在我们华夏有一句俗话叫别看你今天闹得欢，小心将来拉清单，人民群众清算你这样的地痞恶霸只不过是时间问题。说完，马兰见克洛伊听得一脸呆滞，立刻指着那个墙头草的华裔女孩，冷声道：还愣着干嘛？给她翻译啊！女孩也是一头雾水，连忙问道：阿姨，拉什么清单啊？青色的丹药吗？马兰骂道：拉清单啊，罪行清算单啊，你他妈以为闹肚子上厕所呢？没看过小兵张嘎啊，这么经典的台词都不知道，你还是华夏人吗？女孩唯唯诺诺地说道：我是华人，但从小在美国出生长大，入的是美国籍。马兰气恼地说道：你爸妈怎么当的？不对你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吗？女孩摇摇头，轻声道：他们每天忙着赚钱，很少管我。马兰冷哼一声：我告诉你，人无论到了哪里都不能忘本。你虽然入的是美国籍，但别忘了，你的皮肤还是黄的，头发还是黑的。女孩慌忙点头说道：阿姨您批评的对，我以后一定谨记，多了解一些华夏文化。马兰白了他一眼，也没再多说什么，指了指克洛伊，敦促道：赶紧的翻译翻译。女孩不敢耽搁，连忙将马兰的话翻译了一遍。克洛伊眼泪都已经哭干了，整个人瘫坐在地上，如不倒翁一般不停摇晃，摇摇欲坠。可他听说马兰要清算自己，生怕马兰到现在还不满意，于是含糊不清地哭着说道：求你饶了我这一次吧，我以前犯的错现在都10倍100倍偿还了，我以后真的不敢了。马兰讥讽道：现在知道求饶了？没用，我告诉你，来，赶紧麻溜的给你马奶奶爬起来，端着盆去厕所打水，给大家伙洗脚。从今天开始，到你马奶奶出狱那天，你每天都必须给所有人洗脚捏脚。克洛伊不敢耽搁，坚持着爬起来，跌跌撞撞地去了卫生间。这时马兰一屁股坐在自己对面的床上，指着那几个先前让自己洗过脚的女犯人，冷声说道：你们几个千万不要觉得这儿就没有你们的事儿了，你马奶奶这辈子没给谁洗过脚，
你们觉得你们能消受得起吗？几个人吓得浑身颤抖，其中一个棕色皮肤的墨西哥裔女犯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诚惶诚恐地哀求道：“对不起，马女士，我之前都是被克洛伊蛊惑的，以后我在贝德福德山城教所，一切都愿听从马女士你的吩咐，求你看在我一片虔诚的份上，宽恕我之前的所作所为。”其他人一见他跪下了，也生怕落于人后，不约而同地齐刷刷跪了下去。两张单人床中间的空隙本就不大，这几人比肩接踵地跪了2排，才算是勉强跪下。马兰坐在那张单人床上，忽然间感觉像是坐在武则天的龙椅上一样，放眼望去，跪下的全是自己的文武群臣。一起强烈的满足感让马兰兴奋难耐，他忽然明白为什么监狱里的这些人都喜欢当老大。原来当老大是真的很爽啊！这种让别人臣服于自己的快感，能够让自己在人格上高出别人不止一等，这可不是有钱就能体会到的。在这一刻，马兰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他忽然有意试探一下这帮人的忠诚度，于是便伸了个懒腰，开口道：“自打来了这里就浑身不舒服，要是能做个全身按摩就好了。”话音刚落，那个墨西哥裔女犯人连忙站起身来，殷勤地走到跟前，谄媚地说道：“马女士，我以前学过日式马萨基，要是你不嫌弃的话，我帮你按摩一下吧。”马兰挑了挑眉，笑道：“那就让你试一下吧。”那女犯人连忙绕到另一个隔间，爬上另一张隔间与马兰背靠背的那张床，然后伸出手帮马兰按摩脖颈。马兰没想到这女人还真有2下子，所按之处十分舒服，于是便笑呵呵地说道：“搞得不错吗？看来你还真学过2招。”那女人连忙说道：“其实我的专业是做骚，在没进来之前，我一直都是在5星级酒店给客人做骚的。”马兰好奇地问道：“你既然都在5星级酒店工作了，为什么又跑到这里来了呢？犯什么事儿了？”那女人叹了口气，解释道：“我偷了客人1块手表，没想到那块手表竟然价值50万美金。最惨的是，我那手表都没来得及卖，没等下班我就被警察抓住了。”马兰笑了笑，下意识用一副高高在上、教育人的语气说道：“人啊，就不能有贪念，该是你的就是你的，不是你的千万不要伸手。俗话说得好吗？莫伸手，伸手必被抓。”说着，马兰回想起自己上次偷叶晨银行卡的事情，忍不住打了个哆嗦，浑身不自在地说道：“哎呀，不光脖子不舒服，浑身上下到处都不舒服。”面前跪着的几人一听这话，一个个不假思索得赶紧上来。很快，马兰的2条胳膊、2条腿都分别被一名女犯人承包，另外2人分不到了，便一人给马兰按摩头皮，另一人帮他揉2侧太阳穴。7个人同时给自己做按摩，马兰一下子舒服的感觉，浑身毛孔都打开了，口中不禁哼起了翻身农奴，把歌唱的曲调。而克洛伊这时候又端着盆唯唯诺诺的过来，恭敬地说道：“马女士，我现在先给你泡脚吧。”边泡边捏。马兰睁开眼皮，斜了他一眼，冷声道：“你他妈给老娘跪着捏！”